你是不是一直以为古埃及最大的秘密就是金字塔？但真正耐人寻味的或许并不是金字塔本身，而是一条横跨地球的纬线。当你把世界地图展开，沿着北纬30度画出一条线，一个令人意外的现象出现了。吉萨金字塔就在这里。同样位于这条纬线附近的还有波斯帝国的都城波斯波利斯，再往东方是青铜时代最神秘的古城之一摩亨佐达罗，更远一些则是海拔近4000米的拉萨。跨越太平洋之后，南美洲的马丘比丘以及秘鲁著名的纳斯卡巨画也都出现在这一纬度带附近。6个文明，不同的大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宗教语言与技术，却出现在相近的纬度区域。这究竟只是巧合，还是与古代文明的发展环境、地理条件以及天文观测传统有关？关于这一现象，至今仍存在不同观点。1798年7月17日，烈日炙烤着埃及沙漠，拿破仑站在吉萨大金字塔脚下，说出了那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士兵们，40个世纪正在俯视着你们。他说对了历史的悠久，但关于这片土地，或许还有许多问题等待后人继续探索。在他的随行队伍中，有一位名叫埃德姆·弗朗索瓦·若马尔的学者，他既是工程师，也是数学家，对数字和测量有着近乎执着的兴趣。当拿破仑思考战争时，若马尔却在思考另一件事。他不断测量着金字塔的每一个角度、每一道阴影以及每一段距离。经过数年的研究和数千次测量之后，他发现了一个令欧洲学术界震惊的事实：胡夫金字塔的位置几乎精确落在北纬30度线上，误差不到3角分，折算到地面仅约5公里。放在公元前2560年前后的建造条件下，这份测绘精度十分出众。若马尔对此十分震惊，但他始终保持谨慎，并没有急于下任何大胆的结论。他只是反复思考着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建在这里？而事情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变得耐人寻味。北纬30度并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条普通纬线，有研究者提出，在这个纬度附近，借助星空和地平线的位置关系，即便没有专业仪器，古人也能大致判定自身方位。试着想象4000年前的沙漠夜晚，没有电灯，没有城市的灯火，漫天繁星仿佛伸手可及。你望向北方，找到天空中那颗几乎静止不动的北极星，再将视线抬高约30度，就能大致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没有 GPS， 没有卫星，也没有任何现代导航设备，星空就是古人天然的方位参照。不少观点认为，古埃及建造者确实掌握了这套依靠天象定位的手段。但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掌握这种天文定位方法的，真的只有古埃及人吗？公元前515年，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开始修建一座新的都城，它选址于拉赫马特山脚下，一座高约12米的巨大石台之上，而这座石台几乎全部直接从岩石中开凿而成。整个工程持续了约70年，历经3代国王才最终完成。这里就是波斯波利斯，它拥有高达20米的巨型石柱，宽阔的阶梯两侧雕刻着来自33个民族的朝贡浮雕，巨大的城门足以让战车自由驶入，而它的地理坐标同样位于北纬30度附近，距离北纬30度仅相差几公里。波斯人当然了解古埃及，公元前525年，大流士征服了埃及，也亲眼见过那些宏伟的金字塔，因此他完全有可能知道北纬30度的特殊位置。按照主流历史学界的观点，这一切只是巧合，城市的选址更多是出于水源、石料和战略位置等现实因素。这个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摩亨佐达罗又该如何解释？这座位于印度河流域的古城，坐标约为北纬27度20分，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印度河文明。它存在于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与古埃及文明几乎同时兴盛，却彼此独立发展。这里没有法老，没有金字塔，他们使用的文字至今仍未被完全破译。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数千块刻有文字的印章，却依然无法准确读懂其中的内容。然而，这座城市却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系统。摩亨佐达罗已经建成了完善的排水系统，整座城市街道笔直，几乎全部采用直角交叉布局，全国各地烧制的砖块尺寸也保持着高度统一。更耐人寻味的是，它所在的纬度与北纬30度也仅仅相差不到3度。3个文明，3座城市，跨越不同的时代，却都集中在北纬27度到31度之间。
到这里，也许还谈不上什么神秘现象，但一种难以忽视的规律似乎正在慢慢浮现。1958年，美国肯恩州立学院科学史教授查尔斯·哈普古德出版了一本名为《地壳移动与大陆漂移》的著作。他提出一种观点：古代文明遗址的分布或许并非完全随机，而是遵循着某种地理几何规律，只不过这种规律已经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后人遗忘。这一观点当时饱受争议，许多同行公开批评甚至嘲笑他。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其中一位读者却专门写信表示支持，署名的人正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并非都市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文献。爱因斯坦还亲自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并认为其中的一些设想值得进一步研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观点已经得到证实，而是说明他们曾引起过一些学者的兴趣。不过，真正令人惊讶的故事还在大洋彼岸。1911年，美国历史学家海勒姆·宾厄姆正在秘鲁安第斯山脉陡峭的山坡上艰难攀登，在近乎垂直的山坡旁，陪伴他的是一位当地农民。这里海拔2400米，空气稀薄，肺里的氧气明显不足，脚下湿滑的石头让人不断打滑，每迈出一步都异常艰难。就在这时，一层层梯田和石墙突然出现在眼前，这些建筑没有使用一滴水泥，巨石之间却严丝合缝，甚至连一片刀刃都无法插进缝隙。它的坐标位于南纬13度9分，南纬意味着它位于地球的另一半球。看起来，这似乎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不过，有观点认为，北纬30度在南半球存在一条对应的径向纬线，南纬30度，这是一条与赤道距离相等，拥有相似天文角度和气候带的纬线。印加文明不了解古埃及，也没有与波斯发生过接触，他们也没有能够跨越海洋传递坐标信息的文字体系。那么，他们为什么也会对某些特定纬度表现出相似的兴趣？有人花了20年的时间研究这个问题。他的名字叫吉姆·艾利森，他不是教授，也不是学者，而是一位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工程师，业余时间一直研究卫星影像和地理坐标。1999年，他提出了一个假说，他认为吉萨、波斯波利斯、摩亨佐达罗、马丘比丘以及另外数十处古代遗址之间联系或许不仅仅体现在纬度上，它们还有可能共同位于一条大圆线上。所谓大圆线，就是球体表面两点之间最短的路径。换句话说，这些地点并不是在地图上连成一条直线，而是在真正的地球球面上落在同一条巨大的圆弧线上。艾利森在地图上一共标出了73处遗址，从埃及金字塔到复活节岛，从波斯波利斯到吴哥窟，从纳斯卡巨化到马耳他的巨石神庙。据他统计，这些遗址都位于这条大圆线附近，误差约为1到5公里。他认为如此数量的地点同时落在这条线路附近，仅凭巧合出现的概率在数学上极低。检查过他计算结果的数学研究者并没有发现明显错误，但他们仍然无法对此做出解释。关于这个谜题，目前大致存在几种不同的解释，而每一种解释都存在争议。第一种解释就是纯粹的巧合，文明往往诞生在适合农业发展的地区，北纬20度到40度之间正好属于最适宜农业发展的气候带，这里足够温暖，降水充足，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这个解释听起来确实合理，但它仍然无法解释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吉萨偏偏位于北纬30度，而不是北纬32度，不是北纬28度，也不是土地更加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似乎有什么原因让建造者选择了这个位置。第二种解释认为，这与古代天文导航有关。有人提出，北纬30度是一个特殊的天文观测位置，在这里，北极星正好位于地平线上方30度。太阳运行的角度也可以让人利用简单的工具测量纬度。一根铅垂线，再加上一根插在地上的木杆，就有可能把误差控制在几公里以内。有人认为，古埃及人掌握了这种方法，其中一个依据就是金字塔朝向正东西南北方向的误差不到3角分。作为比较，19世纪建造使用现代仪器的埃菲尔铁塔，其朝向误差反而接近这一数值的2倍。这不仅需要经验，更需要一整套知识体系，也需要科学。波斯人或许从古埃及学到了这些知识，也可能因为面对同样的星空和相同的天文规律而独立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从未见过古埃及，也没有与波斯发生过接触的印加文明，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第三种解释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种，
在学术界很少有人公开讨论它，但私下交流时，偶尔仍会有人提起。有人猜测，在我们已知的文明之前，或许还存在过一种更加古老的文明，把某些知识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古埃及、波斯和印加文明也许并不是开始，而只是某种更古老文明的延续。柏拉图曾写下关于亚特兰蒂斯的记载，很多人把它视为神话，但柏拉图却留下了坐标、细节以及时间线等描述。他提到这个文明存在于距自己约9000年前，也就是距今约11000年前。而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大约11000年前，地球最后一次冰河时代结束，海平面上升了约120米。如今沉没在海底的大面积陆地，在那个时代仍然露出水面，并可能有人类活动。只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那些沉没在海底的土地上当年究竟存在过什么。欧洲大多数阿尔卑斯山峰的海拔都没有这里高，冬季气温甚至会降到-20°C。这里没有肥沃的土地，也没有适合航运的河流。在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兴起时期，拉萨曾发展成为重要的政治与宗教中心。这里坐落着布达拉宫，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建筑之一，拥有上千个房间和数十万尊佛像。无数朝圣者徒步翻越群山，忍受高原反应，甚至有人因此失去生命，却依然不断前往这里。它的坐标位于北纬29度多，距离北纬30度仅相差不到20公里。藏传佛教认为这是一片充满神圣意义的土地，而一些物理学家则提出了另一种更有意思的解释。他们认为舒曼共振是由地球表面与电离层之间传播的电磁波组成的，这些电磁波由全球各地的闪电不断激发形成。据统计，地球每秒大约会发生100次闪电，每一次闪电都会产生沿着整个地球传播的电磁波。这些电磁波的主频约为 7.83 赫兹，这一频率恰好接近人类大脑深度冥想时的阿尔法脑波频率。这并不是神秘学，而是一种可以在地球物理学教材中查到的自然现象。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初选择拉萨这片土地的人是否了解这一现象？如果了解，他们又是如何测量出来的？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走进一栋建筑，只是单纯觉得这里让人很舒服，不是因为装修漂亮，而是因为这里给人一种恰到好处的平静感。这未必是什么神秘力量，也许只是你的神经系统对周围真实存在的环境因素做出了反应，比如声音、光线、电磁环境以及空气中的离子成分。如果把这种感知能力再放大几千年的进化时间，在人类生存完全依赖环境感知的时代，没有手机，没有混凝土建筑，也没有各种电磁噪声的干扰，人类本身就是最纯粹的感知仪器。置身于这样纯净的环境中，如果站在北纬30度附近，又会感受到什么？秘鲁的纳斯卡高原位于利马以南约200公里，这里是地球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几年才会下一场雨，大地灰褐而平坦，几乎像火星表面一样荒凉。就在这片面积接近8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们画下了一条条笔直的线，这些线条绵延数公里，精度甚至达到角分级，比许多现代公路还要笔直，几乎没有弯曲，也几乎没有偏差。除此之外，还有鸟、猴子、鱼、人形以及各种巨大的几何图案。这些图案大约形成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600年之间，由纳斯卡文化创造，只有在数百米高空才能看清它们的完整形状。站在地面上，人们看到的只是一条条延伸向远方地平线的线条。德国数学家玛利亚·赖歇为研究纳斯卡地画奉献了50年人生。他在20世纪40年代来到秘鲁，此后几乎再没有长期离开。他甚至长期住在沙漠里，睡在地画旁边，只为了防止游客踩坏这些图案。他绘制的地图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研究纳斯卡地画的重要参考。他认为纳斯卡地画其实是一座巨大的天文历法，它们标记着至日和分日的日出日落方向，也记录着某些恒星升起的位置，以及能够带来降雨的季风方向。这些对于沙漠农业都十分重要。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目前也得到了一部分考古证据的支持，但它仍然无法解释一个问题：如果只是为了制作天文历法，为什么还需要画出如此巨大的图案？为什么要画一只长达93米的蜂鸟？如果一条直线就足以标记日出的方向，又为什么还要画出如此复杂的形象？除非这些图案不仅仅是装饰，除非它们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一种留给未来的信息。
有人提出过一种猜想，而且这种猜想并不需要借助外星文明。如果纳斯卡人早已知道自己的文明中将因为干旱、战争或疾病而消失，他们是否想留下某种无法被偷走、无法被焚毁，也无法被遗忘的东西，一种巨大到几千年后仍然能够从天空重新发现的痕迹，一条写在地球表面的信息，由一群知道自己终将离去的人用双手一点一点画在沙漠之中。这些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答案。在人类所谓文明的起点之前，究竟存在过什么？冰川融化之后，又有什么被海水永远淹没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迦太基以及无数早已消失的古代城市，那些被烈火焚毁的典籍里究竟记载着什么？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习惯把历史看成一条直线，从原始人到农业，再到城市，最后走向文明。但如果历史其实是一个循环呢？如果我们并不是站在文明的起点，而只是站在这个循环的中间呢？施里曼发现了特洛伊，而他曾一度被认为只是神话。埃文斯发现了科诺索斯王宫，而他也曾被视为传说。土耳其的戈贝克利石阵距今约12000年，比过去认为人类能够建造大型神庙的时间还早约6000年。它直到1994年才真正被系统发掘，原因很简单，终于有人决定继续向地下挖掘。那么还有多少遗迹仍埋藏在地下？还有多少遗迹沉睡在海底？又有多少答案其实一直就在我们面前，只是我们早已认定自己知道答案，所以从未真正寻找。这些古城位于相近的纬度，也许只是巧合，也许只是数学规律，也许还有某种我们至今还没有名字去定义的原因。但有一点无法否认，他们就在那里，已经屹立了数千年，经历战争、王朝更替和帝国兴衰，依然保存至今。也许他们存在的时间还会远远超过我们，而他们每天都在向我们提出同一个问题：你是谁？你又来自哪里？